今天我可让一个姑娘给我气打西北去了啊！哎呀，气得我真是差点乳腺增生啊！92年的，个子不高，外貌普通人，离婚半年多，女儿4岁，跟他父母。刚见到我的时候，在我面前那是吐槽他前夫那半个多点啊！反正上段婚姻他是既没得到钱，也没得到爱情，发誓这会儿一定要靠婚姻改变阶级。哎呀，听他叨叨的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你就直白点告诉我你想找什么样的？他说要找个有车有房有钱的男人。我说你直接一点说要求啊，别在那画大饼嘛。他说车子要有30万以上 ，BBA 现在没车出门都不方便，这车要不是个牌子还不体面。要个大房子，最好是别墅带保姆的那种。哎呀，我听到这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没忍住啊，我就在那笑。我是没听错吧？你大白天做梦还没睡醒呢？他说我很清醒，我要什么？年薪不能低于50万，婚前还要给我爸妈买个房子，80平左右的就可以了啊，别太大了，方便父母给他带孩子。另外每个月要给我6000块钱的生活费。理由是自己结婚之后肯定要以家庭为主啊，要做家庭妇女，需要每个月都有工资的。听到这儿咱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气得我是脑瓜子嗡嗡的啊！你在我这上香许愿呢，我香都给你扔出去。我问他，你凭什么觉得人家开豪车住别墅有钱的人要娶你？他说我会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情绪价值，比如说他累了我会哄他开心，他想出去玩了我会陪着他，帮他收拾好家务，给他生个大儿子。我一听这男人都雇保姆了，收拾家务就不用你了。生育和陪伴这2个属性在婚恋市场那一堆未婚年轻好看的姑娘都能提供。你要有超越他们的优势吧，你没有优势，那你有圈子也行。你能认识一堆这样的男人，说不定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人就喜欢你这一款的。我问他你是做什么的？他说做微商的，卖洗头膏、护发素之类的，顺带还给我推销了一下。哎呀，我还花了200大洋买了一瓶。他说周边认识的男人比较少多数都是干保险跑销售的，又穷条又差。你看你连这种有钱人的圈子你都没有，还想着嫁给有钱男人，还想着要给你零花钱，你这不是让人觉得你痴人说梦吗？他说所以我找你啊。哎，行，圈子你没有，你来找我可以，那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我好介绍呀。他讲了半天想不出来。他说一婚我嫁的不好，2婚我就要趁着自己还年轻一定要嫁个好的。听完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你既没有嫁有钱人的本事，又没有优质的婚恋市场可以去选择，还想着把嫁给有钱人当成退而求其次的人生选择。我劝他别瞎想了，老老实实回家找个工作稳定踏实的，对你好对孩子也好的男人。他问我我想嫁有钱人有错吗？凭什么瞧不起他？他也不想将就，如果再嫁一个条件不好的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呢。我这一听给我气的很多人都说不想将就，你要是高考考了400分，你上了个350分的大专，那叫将就。你和我说你不上清华北大是将就，你觉得现实吗？人家清华北大压根就看不上你另外不是错不错的问题，你想嫁给福布斯榜1大哥都没错，本质在于你有没有嫁的能力你现在要啥没有，这叫做梦，幻想靠婚姻改变阶级，坐享其成你要想清楚婚姻是双向选择，这种男人愿意和你结婚，一定是身上你有满足他结婚的需求，比如说年轻好看，家境好，性格好，或者个人能力强，有社会资源，要么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温柔在床。你看你这哪样？他讲了半天又啥也没有。你想嫁的这类男人如果没有重大缺陷，在相亲市场上很抢手的，别跟我说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，这种是想做最容易做到的。总而言之你可以广撒网去找，能不能找到那是你的能力了。你最大的错就是光盯着别人有什么，却不看看自己有什么，以为嫁人就可以坐享其成哎呀，你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想的挺美你让我觉着恶心，不要脸。有些人来找对象呢，真的是把我当神灯搁那擦秃噜皮了都。许你3个愿望都不带够的。我说真的我真的不太想吐槽女孩子，但婚恋市场上这女人的思想，你有时候真的很难忍上午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30多岁，离异带个女孩，气质不错，谈吐上佳结婚5年，性格不合离了，男方留了一套公寓和一笔钱。听完遭遇哎呀，咱心里是觉得离婚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确实不容易，结果多少是让我有点多操心了。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，他说随缘。我这一听你这没工作，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个有稳定工作的，离婚带个孩子我就给你介绍个离异的吧。他一听介绍离婚的可以，但是条件得好点。我问他你得多好他说希望男方能够全款给我在市里买一个1室3厅120平以上的房子。哎呀，真的肾上腺素腾的一下上来了。我说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，市里一套房子几百万，镶金带钻都不敢这么要吧，凭啥给你买他说这是考验男人的忠诚度，你对我好就得付出物质，让我有安全感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么个安全法太多女人想要了，一堆未婚年轻又漂亮的，哪个不比你好大姐急了，娶我得有成本吧，我看不到你的诚意，我怎么相信你那说的那个鸡汤道理一套一套的。我问他还有其他要求吗？他说希望男方能够给他买一辆车，不用太贵，20万以上，
接孩子呀，这上下学方便的很啊。这个车的所有开销，包括油费、保险等等，男方全包。咱忍了啊，毕竟人都来上香了，得让他说完呢。他说这女儿的学费啊，也希望男方承担。女方的父母没有保险，辛苦一辈子了，把她给养大，有养育之恩啊，要给父母买上保险，每年至少2次带他们出去旅游啊。听到这儿，我是真没忍住啊，笑了一下啊。咋的？还得管你爹妈呀？他说对呀，我没工作没收入，嫁给他，我爸妈就是他爸妈。我问他，人家爹妈呢？他说他也可以这样安排啊，我也不是说只让我父母这样。我说人家爹妈不应该你来安排吗？他爸妈也是你爸妈呀。他说他没钱。哎呀，听完呀，我那许愿池里的王八呢，气得直接升天啊！这么简单的2个字，没钱，你就想换车、换房、换钱啊？然后人家还没说完啊，结婚之后想要开个小店，要给他投资，还有孩子这一块要求啊，他自己不准备生了，男方可以带孩子，但是不能带儿子。你看看这一堆要求啊，先不说能不能实现啊，就这么多的要求，你拿我当神灯啊？你得给我擦破皮了吧？我就粗略的算了一下啊，一套房子300-400万，一辆车20万，学费1年5到8万吧。父母旅游保险1年5万，生活费开支1年10万，这刚认识你娶你得400多万啊，往后每年固定开支20多万。哎呀，上个年代土匪投资转世的吧你？这比上班可强太多了吧？一年没个180万的也不敢娶你啊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在提物质条件之前，你先问问自己何德何能，对吧？你先问问自己有什么？你不算在婚恋市场上每年有多少女性供给吗？所以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，和她同龄的，颜值还不错，事业单位的，未婚，人家接受男方离异有孩子，接受房子有贷款，接受和男方父母在城里同住啊。你是男人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在婚恋市场上，绝大多数啊有婚恋问题的人，一定是那些不懂得付出的人。你身材一般，外貌不突出，离异有个孩子，我觉得这不是你找不到对象的根本原因。本质在于你压根儿就不想为别人付出啊，你不愿意给别人生孩子，处处想对自己好点，想对女儿好点，想对你父母好点，却没有提供任何一项对男方好一点的。就凭这一点，你找对象就会很难的。我遇到很多二婚来找对象的女人，前夫没做到的，哎呀，现任你得做到；前夫给的伤害，现任你得弥补；前夫的抚养费啊，现任你得无条件的完美接力再优化。大家都是头婚的话，互开盲盒，你人怎样，哎，我就认了。二婚不说。有一位98年的姑娘来找对象啊，自己带了6个小伙子的资料，让我来给选一选哪个更适合结婚啊，他好重点发展哪个。哎呀，你搁那选妃呢？我一看啊，这6个呢就是葫芦娃呀，各有各的长处，有的很帅没钱，有的是有钱不帅，有的是有地位但家里条件差，还有一位挺有意思啊，就是太有钱了，7套房，他又不放心，他就问我该选哪个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讨论骑驴找马养育这事儿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很多人压根儿不会相亲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找什么样的。阿姨，我今天啊，许愿池里放假，跟你们唠唠啊，相亲到底该怎么相。首先，你相亲之前，你要清楚你相亲是干嘛的，不是玩呢，是要结婚，对吧？既然结婚，那你相的一定不是条件，一定是这个人。相亲呢，是你要去展示自己，了解对方，确定他是不是你要结婚的那个人啊。如果是，那我们就谈恋爱看看；如果不是啊，那就及时止损。哎呀，好多人谈恋爱啊，天天想着，哎呀，吃啥喝啥，旅游看电影，整天啊，宝宝乖呀，那是情呀，哎呀，就这个，拜托啊，那是玩伴，不是说能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你看看那些爹系男友、娘系女友的，哎呀，祖宗闺蜜系的，你扪心自问一下啊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谁能够掏心掏肺这样对你一辈子啊？别相信真爱，那大多数都是鸡汤的，现实生活那可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有些人打着真爱的名义啊，就算自己性格很差，脾气再不好，对方只要不包容，那就是不爱。进入婚姻，你会发现，爱情只是导火索，绝对不是婚姻的全部。它的主导地位会越来越被削弱，将会被亲情和合作关系取代的。决定这段关系啊是否能够完全走进婚姻的，一啊是你们的经济基础，二是你们俩的人生价值观，这才是决定婚姻的长度的。经济基础呢，就是你所谓的能接受他的物质条件，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收入，这对家庭稳定很重要。有些不思进取的人啊，只爱抓这一个点，要车要房，眼高于顶，贪图别人的东西，自己要啥啥没有啊。咱就不说那些人了，说点正常人啊。找到这个人之后啊，彼此互相很有好感，那就谈恋爱看看，不要整天的慢热矜持爱答不理，这些啊就是不喜欢，那就赶紧换人。谈恋爱具体要谈什么？首先呢，你要了解对方的家庭，双方的教育背景，各个方面能不能融合到一块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再有啊，基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这块也特别的重要。你最在乎什么？哎，你的底线是哪里？哪些是不能碰的？他的底线又是什么？
你们彼此之间性格呀，是否愿意去包容、理解、认同的将来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？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世界里追求高大上，而另外一个人则是极端的物质化的存在，我可以断定你们俩根本过不到一块去。谈恋爱是让你看你能不能接受他这个人的脾气、性格、习惯，你们的相处模式你是否喜欢？那不是很喜欢，你能不能去忍受？他身上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讨厌的东西，哪个才是最重要的？你要去衡量这些东西的。生活习惯是可以磨合的，哎呀，你吃辣，他吃甜都可以的，他打呼噜你也能适应，他懒你勤快也可以接受啊。可大脑里面这些思维意识是很难磨合的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基本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。你要记住一点所谓一方愿意为另一方去改变，凭什么呀？爱你一辈子吗？哎呀，别搞笑了，这真的不亚于一次轰轰烈烈的给你洗脑一辈子。有些观念是改不过来的，成年人嘛，只选择不教育。最终能够和你长时间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他的车房条件、他的外貌长相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和你在生活方式、情感模式、脾气性格、层次以及阅历大体相当的那个人。所以不要去相亲把对方的条件看得太重，一定要把这个人看得很重要，看一看他的人生价值观呀和你是否对等。还有奉劝那些一天天不思进取还幻想着去找那完美另一半的人，认清楚现实吧，不要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想找那什么都有的，整天说自己单身的原因呢就是宁缺毋滥。想想真的有点搞笑凭什么人家完美的伴侣会跟你在一起人也瞎呀。